团队共创法。团队共创法是在团队列明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方法，其方法分为6个步骤，即简要介绍、产生观点、观点聚类、命名组群、补充完善、形成决策。步骤1，简要介绍，在这里主要是陈述研讨的主题以及研讨该主题的意义和价值，营造充分参与的氛围，激发创造的热情，说明研讨流程及研讨方法、规则、时间以及角色划分。步骤2，产生观点，主持人针对问题进行发问，请参与者回答，2至3人为一组，使每个人都能够列出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，并将这些想法记录在大白纸上，分享彼此的想法。在这些观点中，选择若干的重要观点写在卡片上，一个卡片一个想法。步骤3，观点聚类，主持人在白板上画常见的符号，如圆形、三角形、矩形、五星等，每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观点类别，小组轮流发表自己的观点。现在我用圆形、三角形、矩形、五星4种符号，分别代表4种观点，把前面写到卡片上的10个观点分类排到这4种符号下。序号3的卡片应该放在哪里呢？我认为应该放在圆形符号下，和圆形符号的观点是一类。我认为应该放在矩形符号下。既然有不同的意见，那你们分别说一下理由。我的理由是，我的理由是，你们都说的有道理。既然这样，那让提出这条意见的人决定。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主持人询问卡片放在什么符号下时，如果出现不同的意见，需要他们分别阐述各自的观点，然后团队再做出决定。如果无法达成共识，就要请提出该条的人决定。步骤4，命名组群，整理好卡片类别，大家一起讨论，为其归纳出一个概念，将其概念写在标题纸上。步骤5，补充完善，分析大类别之间的关系，看是否遗漏了重要的类别，看每个类别下是否还有新的观点，如有遗漏则要补上。步骤6，形成决策，首先让每个人选出自己觉得最重要的观点，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，选择需要采纳的观点，小组共同决策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措施。团队列明法最重要的是每一个环节都是由小组共同决策的，整个计划也是小组决策的结果。